某某的2025 Q1 营收首见年减 1.8%， 营业利益暴跌 45%， 电商龙头是否将会陨落？嗨，我是电商 Tony 陈，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们会比较深入的分析电商市场，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或未来可能的发展。我们上次影片讲的标错价会怎样，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们来聊这一集，某某出大事了哦，直接说答案。某某的2025 Q1 营收血崩哦，那你最近应该有被洗版，就各种讲某某体质不好的言论都跑出来了，所以我们这次就来讲一下某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来，先看一张表哦，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来念一下2025每月营收公告，这个是某某的公告哦。1月年度增减比例减 5.35%， 2月减 2.27%， 3月减 1.76%， 4月减 1.20%。对，你没听错哦，连续4个月营收衰退，并且是上市以来第一次遇到年度同比下滑的。某某是什么时候上市？2014年，也就是说，它从2014上市以后到今天2025年，11年哦，首次遇到营收的负成长。那更雪上加霜的是，某某在2025年 Q1 的营业利益，就它实际赚的钱哦，为新台币7.85亿元。相较于前一季的季减高达 45%， 较去年同期更是年减 30%， 就表现变差了哦，就这样。那这个引起讨论的原因哦，台湾电商龙头居然遇到负成长呢，很夸张呢。那代表什么？其他老二老三哦都趴在地上。我们也来看一下 PC Home 哦的表现，你看我框起来的地方就好了。网家归属母公司净损 1.47 亿元，每股净损 0.79 元，较前一季与去年同期亏损大幅扩大，不忍直视啊！这真的已经变成赔钱了哦，赔钱在做了。再来，你要知道为什么某某会爆掉，这个就不要再惹到那个川普关税了哦，因为他宣布要课关税是4月2号，那时候 Q1 都走完了哦，台积电变美积电会崩的是股票。不至于大幅去影响到民生用品，妈妈要买奶粉、尿布这样，所以一定是有其他的状况会造成的哦。那某某的营收大幅亏损，这个也不用猜了，就国外的电商大军，他们大军压进来哦，然后打的我们台湾的电商龙头某某那边迷迷毛毛，你看这篇就好了，标题我念一下 ，Coupon 你有没有买那个韩国的某某哦 ？Coupon 韩国的。执行长金范喜 Q1 活跃用户数达2340万，再创新高，看好台湾成长潜力。然后我划线的地方哦，净营收较去年同期上扬11%，达79亿美元，毛利也跃升20%至23亿美元。第一季活跃用户达2340万，再创新高，较上年同期成长9%。Coupon 是这样哦，它本来在韩国就已经是王者啊，结果这个王者在本地耕耘多年的市场还能成长9%，这9%都是韩国自己市场在自己那边成长吗？是吗？看起来是台湾哦，台湾市场。除了 Coupon 以外，还有淘宝、虾皮跟 Shein 这些外国电商会来分食台湾市场，还有拼多多呢哦。那还有一个王者哦，魔王还没进来，叫抖音小黄车呢哦。那所以某某现在就发生这个被打到营收衰退下滑的这个境地。你说为什么这些外国电商来打台湾市场？它也不是今年开始的啊，怎么今年某某营收才开始喷我未看先猜，应该是 Coupon 惹的祸。Coupon 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没有讲淘宝我的判断是 Coupon 因为 Coupon 怎么样？今年的1月底，2025年它推出了它的哇会员方案测试。哇，会员方案测试是什么？它就是说免费先给你用，你就是会员了，然后3个月以后才开始要付钱。那付什么钱？就是你1个月好像付很便宜啊，我记得是100块以下，然后就永久免运，然后就你买什么东西都免运就对了。那火箭速配是真的很快嘛？那个有买过Coupon就知道嘛。他们在台湾，在大园那边建的仓库，就这样，你今天订明天到这样。好，然后我看它产品的品类越来越丰富，以前我要买建材是没有的，那现在有什么瓷砖切台这种只有虾皮跟露天才会有的东西，现在上面居然都开始出现哦。好，那你自己看，他买什么东西都免运费，先免费让你变成会员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刚好跟某某的 Q1 整个重叠？所以我的判断是被这个免费会员方案压制。那会压制多久？至少会到 Q2 结束吧。
因为这个方案正式推出时间是3月13号，然后前90天免费体验都会走到6月13号啊，到时候才是见真章的时候。消费者到底会不会用脚投票嘞？我现在判断，根据过往的经验，我判断是会那再来你要知道，Momo还有机会挽回败局吗？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说，面对这样子的局面，Momo还有没有机会扳回一城，还是就只能这样一路衰退整个挂掉这样？先说结论，我认为有机会有机会，我当然也希望有机会。我们台湾电商人呢，我们电商从业人员呢，就对外来势力束手无策。不然台湾的钱都是被外国人赚走，那再加上川普关税这种双重打击我们未来台湾的经济我怕会变得很不明朗、很危险这样啊。这边我先岔题一下，我之前有一期节目在讲说，希望 Momo 可以打赢这种巨头间的战争，底下果不其然就有人来呛我来给你看一下截图。当然我没有要说他什么来你看一下，那我们就是有讨论才会有进步的空间。好，那我们就来聊一下，说为什么支持本土电商很重要。我们就单纯讲 Momo 员工数就好。Momo 现在有多少员工？根据104的资料，3000。好，再加上你要完成这整趟电商流程你的第三方、你的物流司机、仓储人员等等，我估计围绕着 Momo 吃饭生活应该1万人，这个没有问题吧？很合理。好，那这样子就变成至少它的本部3000，再加这个附近协作要13000个工作机会。就有问题了呢，就会被震荡了呢。接下来我知道就有人说啊，他们没工作，他们去找别的啊。你怎么会觉得 Momo 不好，他们就能够那么轻易去找到其他的工作来做？Momo 不好，台湾本土电商就不会好了。那你说啊，你在 Momo 上班有问题，你去 Coupon 上班，Coupon 不是很缺人？好，那我问你 ，Coupon 是需要多少人？你看他在台湾也就700人的规模呢，那他的主体还是在韩国啊。那你猜他的销售主力是卖韩国的商品还是卖台湾的商品？这也不用猜啊，我直接帮你找好韩国的新闻全是韩文，看不懂对不对？我看不懂那就请 AI 翻译。来，你看画红线的部分，Coupon 被政府指定为支持中小企业跟中间企业出口的专业贸易商，政府钦定的呢。好，那个韩国政府不就是大家 YouTube 看很多嘛，财阀统治嘛，对不对？现在政府就说。好，你就去吧，你就把韩货这样子卖到台湾去吧。政府给你开绿灯，这样。韩国政府的威能有多强？你看过往被扶持起来政府资源拿好拿满的三星神送，跟现在韩漫啊、韩剧啊，你就知道政府砸钱在那边攻城略地，就是培养巨头。只要是韩国政府指名扶持的，都会获得大量的资源去倾注给他们。所以你可以换个角度想就是说韩国叫 Momo 来进军台湾上，这个是韩国的国策国策。那你认为在他的心里面是韩国中小企业重要还是台湾中小企业重要？所以 Coupon 才能像现在这样拼命砸钱血洗台湾市场。他现在就是要把韩国的商品倾销到台湾来就对了。那我相信这个事情在未来必然会更加的剧烈。为什么？美国关税虽然现在还没看到结果，说什么休兵90天什么有没的，但我们确定的事情是，未来各国会想要把商品卖到美国，走传统老路，它会至少都要往上加10%不然川普是不用搞这个关税嘛跟什么制造业回美国。那你今天是韩国政府，你看到美国在那边高筑墙台湾躺在那里你之前也戳过台湾了发现怎么软软的他们对我们天然的喜爱我们卖东西他们会买，都给他倒过去，因为美国那边高筑墙生意不好做台湾这边很买单呢，那当然就是进来就这样。那请问你的下一步，你是Coupon高层，然后你会选择去跟美国这边对干，还是把更多的美国不好卖的商品你就把它卖来台湾，不用猜嘛，就这样嘛。同样淘宝、虾皮、虚印是不是也都会做同样的事情？好，那请问再这样继续下去，台湾制造业怎么活？现在台湾制造业已经被那个淘宝中国的供应链怕个迷迷毛毛人民币99块免运，他说什么补助有期限，到现在还是就继续开给大家用那没有来自台湾人的订单，因为台湾人都跟那个外面买。台湾中小企业生产民生用品的很辛苦真的很辛苦现在还要再加上整个韩国的中小企业的东西要把它倒进来，这样。我看很多建材的东西也是韩国的东西韩国的中小企业。这个台湾中小企业微就一个字微。所以我才会认为支持 Momo 赢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自己想想看，Momo 在台湾赚到的钱，是不是会回母公司？就跟我们台湾台积电做生意是赚外汇一样嘛，回到母公司。所以他的钱除了把该缴的税缴一缴以后，他钱不会留在台湾继续投入、继续建设啊，反而就是我们台湾人的钱包就一直花钱买外国的货，然后这些钱就流出去，变成别国的外汇存底。这件事情很公平没有错，但是相对我们台湾的中小企业就半死不活。我就讲一个你都会有感的品牌叫富发牌，对，富发牌，富发牌鞋子有够便宜，对不对？啊，就这样啊！富发牌，你说他做那个东西赚钱怎么可能？他只要用台湾工人，就是赔钱边缘，甚至已经在赔钱，照顾工作机会没有要收或者什么的，对吧？这么难做，台湾的中小企业现在的情况叫做面对海外的大军压进来，人家的终端售价就比你的成本还要低很多啊！这怎么玩？你告诉我这怎么玩？然后又来了，消费者那谁便宜我就买谁啊！好，那你就这样吧。那就慢慢的，台湾就这个中小企业丧失了竞争力，开始裁员或者什么，你现在都觉得没事，接下来你的爸爸妈妈中年失业，找不到什么工作，然后又要去跑Foodpanda，然后跑 Uber Eats， 然后人一多，那个单量又降，又怎么又不是好事情真的不是好事情。尤其是那个 Momo 1万多人啊，当然啦在 Momo 挂掉之前，有一个应该会先挂吧，就是 PC Home， 那就要看说这个统一他们的操盘是怎么样了。最后你要知道 Momo 的胜算在哪里我们也不是说纯唱衰，我们也来讲一下那个我自己的思考Momo 想要打赢这场战争，手上还有什么牌可以打？当然我不是 Momo 的人我也不晓得他们接下来的战略是什么啊，就是一个旁边看热闹来看戏这样。不过我认为首先会传出捷报的应该是 Momo Ads，Momo 自己站内的广告，Momo 自己站内广告就是卖 Momo 自己的版位这样。你去 Momo 做生意嘛，你去买他的站内广告这个东西应该很快会传出成绩，而且会被寄予厚望。为什么？因为它毛利极高，你知道，这就是站内广告产品毛利极高。我们再回去看 Momo 的说法，你看这句就好了。来，你看，数位广告与流量成本持续攀升的大环境下，就广告变贵嘛，所以吃不下去嘛。为什么会变贵？因为竞争对手实在太有钱了。Coupon、淘宝跟诈骗集团在砸 FB 广告，没有在手软的那就变成说 Momo 要从别的地方来找补那找谁来买单这个 Momo Ads？Mo 店家Mo 店家，这应该是念 Mo 店家好，那因为 Mo 店家是新来的他们会更愿意吐钱。好，所以我们要看 Mo 店家的成绩怎么样来，你看 Mo 店家平台商品数突破200万件，它上线是什么时候？2024年6月呢这个讲一下，Mo 店家是小店家，他自己出货的。然后以前 Momo 你在上面买东西，你要问客服就直接是问到 Momo 的客服，你不能直接去问那个品牌商上面开店的客服嘛，就像淘宝的店家直接有客服这样。好，那现在有了就是 Mo 店家这样，上线时间2024年6月，我们就随便估假设一家他上到 Momo 的店家，他是200个 SKU 就好了还有200万个品项，随便也是1万个卖家现在在 Momo 上做生意成绩算是不错。而且像 Mo 店家才刚刚变成完全形态因为它电脑版5月16号才开放，很新。电脑版5月16号才开放，在5月16号以前，你只有手机版可以去买跟看到 Mo 店家的商品。也就是他们去年从6月到今年的5月底其实都是在做基础建设。真正的发力应该也要从6月开始，也不能不发力啊。财报都这样了。你继续不发力的话，那个股东会跳脚所以我相信未来 Momo 会有更多的资源倾注到哪边 Mo 店家去。那你就看这套策略，靠 Mo 店家撑起高 SKU。高 SKU 是什么？比方说我要买建材、瓷砖切刀然后那个瓷砖连着机一嘎尼这种东西，我就不会想去 Momo 买。未来应该都看得到，就是反正就从虾皮那边搬，想办法挖人过来也上架就对了撑高了 SKU 数，所以客人会变多。靠 Mo 店家来撑高 SKU， 吸引更多人来，那再来卖这些 Mo 店家的人广告，业绩不好就来买我的广告比你买 FB 广告有效。因为 FB 广告我 Momo 帮你做，你知道，我已经把大家都想办法拐来 Momo 了，你就来这里做生意就好了。你不应该是去买 FB 广告付一次钱给 FB， 然后再去导引是导到你的 Momo 商店，结果还要被我抽，这样你也在骂，你就直接做我的站内广告就好了就这样那一套又一套，城里的人很会玩啊。那我们再回想一下，你说 Momo 自己会不会担心营收挂掉？你看这个新闻标题，富邦美今年营收逐季成长，拟建8座卫星站拼物流，这是今年3月底的新闻
某某他自己知道自己营收有掉，然后会有信心的慢慢拉回来，这样，所以他们并没有状况外。我没有在酸谁哦，某某还是执行力很强的公司，他们并没有状况外，而是愿意去做一些实事布局投资，认真盖仓库，提高到货的效率，而不是搞一些有的没的，然后甚至在那边什么抗中保台这样子喊下去，对本身的体质提升都没有什么帮助。我们就来期待某某未来的表现吧。他还有台哥大的资源呢，对不对？台哥大你这个好歹只是捏了台湾700-800万人的几乎是行销资源，你客人都被捏在手上，接下来就是看怎么把它做出营收而已。我是希望某某可以为台湾电商争口气的，在这个境外电商大军压境的情况之下，还能屹立不摇，守住台湾中小企业，然后提供这些稳定的工作机会。不要说什么我们就立了1生5亿，结果最后被外国势力就这样子大军压境过来，然后我们就过，就这样，这样就很不值得。讲八卦，讲八卦。现在啊，以巨头之间的竞争有谁？我现在讲的是通路电商通路平台。第一个国内的自己的品牌 Momo 然后在 PC Home 好，然后虾皮然后 Shein， 然后淘宝，然后拼多多，然后 Coupon， 你要不要看这些每一个我数的 Coupon 啊？拼多多啦，那个淘宝啦，Shein 每个都比台湾的 Momo 再加 PC Home 还要有钱就这样，然后就来血洗台湾市场，就这样。Coupon 的东西真便宜，我身为消费者，我不得不说真便宜又买得到韩国的东西，很像是韩国人来买台湾Momo的商品都买得到这样很厉害，真的是很厉害啊！你看那个价格，那个利润，我怎么觉得有点在走那个好事多模式，就是说我根本也不赚商品的钱，我就看怎样日后赚你稳定的月费的这种东西电商做成这样，哎，这个大军压境。我自己是这样子想的，我跟我前辈在讨论就如果 Coupon 赢了，那我们这一代的电商人就输了就这样。为什么人家就砸钱了砸钱就赢了。那我们学的这些技法，然后经验操盘到底是三小就没有用啊。那像武侠小说里面讲一力降十式，就是说你力气超大就好，人家什么什么武功什么花架子，你给他揍过去就破防就这样了。如果砸钱就能拿下台湾市场的话，那我们就输了。我是希望Momo赢的让他们知道说，台湾市场没那么简单。然后不要讲Coupon 赢了，淘宝赢了，那我们台湾这一代的电商人我们就输了。结果又是那句话，就是大道至简，重剑无锋。你只要打一个市场，你就砸钱就对了。反正他们国内的那些专家就没有用了，那喊不动了，没差了。消费者用脚投票我就赔钱做生意了。赔钱做谁不会你那个念国中的侄子大家都会。就这样你就可以拿下这个市场之后等你垄断以后，你再看你要做什么了，就这么简单吗？不应该然后再说如果砸钱就能拿下台湾市场，那虾皮是不是早就要拿下来？那淘宝是不是早就拿不下来对啊，那个我们台湾投审会不要再就需要更加的状况内，而不是说就放任大家来，就这些外商就想办法来拿台湾的市场的钱，就这样。当然我们台湾人我们去赚外国市场的钱很应该嘛但立场反转以后，我们要为国内的企业做一点保护总要保护的吧。Momo他聘用的台湾人已经比 Coupon 聘用的台湾人还要再多很多了，那不然怎么搞？对啊，这不然怎么搞？不然你也要换个方式，就是说好，那外国人来做我们台湾的生意那他有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是就其他人都没有，就你要支付。谁叫你是外国人？比方说他在租我们的土地租我们的厂办或是什么的话，只要你的股东成分里头是有外资的话，就我们台湾要做地主，你知道，而不是说没关系，来那个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大家条件都一样，来公平竞争。我靠，什么竞争？还是那句话如果 Coupon 赢了，我们这一代的电商人就输了台湾不应该是砸钱就能拿下的市场不应该是砸钱就能拿下的市场。光Momo13000个工作机会，还有 PC 用，还有大大小小的台湾电商从业人员该怎么办？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和 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Shein、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 Temu， 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非死即伤所以我建议你快点跑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
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哦，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啊，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好，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